韩国在想一个问题：为何中国的暖风在韩国吹出了凉意，让韩国冷飕飕的？所谓的时差能够解释吗？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严树军，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。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：韩国在想一个问题：为何中国经济暖风吹得韩国冷飕飕？韩国央行发布了一组数据。韩国的出口颓势仍没有好转，今年一季度的出口额较去年同期仍出现了12.6%的下滑，贸易逆差已达到了225亿美元。这也让许多韩国人在想一个问题：中国经济正在快速回暖，今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速已经达到了4.5%，而且与韩国出口同比下滑不同，中国3月份的出口额却是爆发式的增长了14.8%。那么，中国吹出来的这股暖风，为何在韩国吹出了凉意？明明韩国就在中国旁边，却感觉冷飕飕的呢？韩国媒体认为，这都要怪美国。正是受到了美国对华出口限制政策的影响，韩国对中国的出口额才会大跌。倘若不是美国对韩国施压，促使韩国对华出口持续下滑，韩国也应该是沐浴在中国的暖风之下的。更可气的是，韩国按照美国的话做了，减少了对华出口，美国却不肯对韩国开放更多市场。执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的美国，现在是越来越保守，即便是盟友，美国也不肯开放更多市场。最终的结果就是，美国虽然在20年后再次赶超中国，成为了韩国第一大出口市场，韩国的贸易逆差却在持续扩大。所以，韩国媒体这是说出了真相：中国的市场潜力是谁都能看出来的。美国的喊打喊杀没有阻止美国持续拓展中国市场，欧洲跟着美国一起将中国视为一种所谓的挑战。欧洲领导人却是带着一个又一个豪华随访团来到中国，要扩大与中国的经贸合作。如果对这一现象韩国看得还不够清楚，那么再回头看看自己在萨德事件导致中韩关系紧张之前，韩国的经济走势是怎么样的？韩国现在虽美国起舞，站在中国家门口对中国喊打喊杀，别说只是感觉到了凉意了，就算是杀意，韩国都快要感受到了。尤其是尹锡悦为了向美国表忠心，妄议中国台湾问题，这就是在挑战中国的底线。澳大利亚尚且知道回头是岸，有澳大利亚这个教训在前，韩国公然站在美国一边，执意要与中国为敌，只能说是头铁。而韩国似乎也是真的准备头铁下去了。对于受美国影响减少对华出口导致的贸易逆差，韩国方面还有人在找吧，说中国经济发展再次提速的暖风，韩国没有感受到的原因是存在着一个时差，这个时差也就2个月左右，后面这股暖风就会吹到韩国。那么时差能够解释韩国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吗？韩国对华出口商品，无论是占比还是价值，最大的就是芯片等产品。而韩国任凭美国摆布，配合起了美国的芯片禁令，已经失去了这块最大的蛋糕，这就是现实。任凭韩国怎么解释都没用，韩国不能吹到中国的经济提速的暖风，一个所谓的时差是根本无法解释的。好，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